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这几年提出了财富自由这个名词，大家对于这个词语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是有足够的金钱花一辈子，足够在退休以后随便花，就是财富自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想要成为富人，首先你要先改变对钱的观念，而如果你想要改变对钱的观念，你就必须要看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货币战争》。我第一次看完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觉得我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它让我看得更远。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讲，让我提升了一个境界，让我弄懂了什么是金钱，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建立起了我的赚钱系统。今天我要将这本书的重点全部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如果还没看过这本书的，我推荐你可以去看，里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，会颠覆许多人的价值观。可能有些人无法接受里面的观点，但我自己是相信的，因为我觉得相信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我们是有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，我们只需要吸收能帮助我们赚钱的知识就好了。这部影片的开始，我会先提出一个颠覆大多数人价值观的概念，然后我就会分享如何建立被动收入，最后帮助大家修正思维，走向人生的巅峰。所以影片最后的内容是最有价值的，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，因为这是我人生创业经验中领悟出来的，就连我的员工我都还没有分享过。对了，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培养财富思维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，并且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这个世界最富有的人，他们的赚钱方式可能会让你想象不到，你必须要先有心理准备。其实钱在很多人的手上就是一张废纸，钱真正的价值所在就是去换东西。如果你能换回来是资产，那你就赚了；如果你换回来的是负债，那你就亏了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告诉我们，能把钱放进我们口袋的就是资产，把钱从我们口袋拿走的就是负债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。很多人都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，存钱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划，我们华人就会有这种概念。但现实的真相是，如果你把辛苦赚来的钱全拿去存款了，20年之后你拿出来，看起来虽然还是一样，但是因为通膨的关系，你的购买力会大幅缩水。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概念叫做贬值。在远古时代的时候，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交易的，就是今天我拿一头猪换你一头牛。后来呢，因为以物易物很难取得物品价值的共识，所以就以贝壳来当作交易的媒介，就是你这头牛值多少的贝壳。再后来就以铜钱、白银、黄金，再到了今天，为了方便携带，就换成纸钞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人的钱都只是一张废纸而已？因为它在你的银行里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当你不用它，它只会一直贬值。所以钱如果放在银行里面就是负债，因为它的价值会一直流失。经济学上的名词叫通货膨胀。因为市场上越来越多钱了，导致钱变得不稀罕了，所以整体的物价水平才会上涨。我以前读经济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样子理论了，但其实我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直到后来我读完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以后，我才知道我们的钱都是跑去那些银行家手上。这本书的封面写着一句话，已经将整本书的重点都说出来了：谁掌握货币，谁就主宰这个世界。因为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，就可以掌握一个国家的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，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全国人民的钱落在他们的口袋。那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听我说，这个世界最赚钱的道理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只是低买高卖的理论罢了。举个例子，我是甲国的人，如果我能操控甲国的货币发行的话，我就会大量印钱，让热钱投入市场，让货币去贬值，然后把房地产、股票等金融产品炒高，高到一个水平的时候，我就停止印钱。当市场上的钱变少了，货币就会升值，然后换这些金融产品大跌，引发金融危机。事后我就可以慢慢收割，以极低的价格去大量收购甲国的核心资产，从而富可敌国。这样你听懂了吗？没听懂，一定要多听几遍，对你有帮助。而这种赚钱的方法就叫做剪羊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通胀与通缩，就把你的钱变成了我的钱，然后我的钱依然还是我的钱。
对于能操控这个世界货币发行的人来说，赚钱就是这么简单，跟玩游戏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看完了这本书以后，我们就能理解97年香港的金融危机、08年金融海啸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有的人会问，那知道这些有什么用？洞察先机啊，就好比我送你一部时光机，你就能回到以前，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样你还怕赚不到钱吗？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我们不能说这些富人资本家在打压穷人，因为这个世界资源本来就是有限的，动物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。这个时代不想被淘汰，我们就要接受游戏规则，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财商。学校提高了我们的智商，让我们拥有了技术，这样就能为资本家打工。而如果你想变成富人，就要提高自己的财商。你一定要多听关于赚钱的任何讯息，比如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这样你才不会与财富擦肩而过。再来，我们还要建立5大资产。财富自由的定义是建立起资产，让这些资产为我们产生现金流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告诉我们，5大资产能为我们提供被动收入和现金流。第一种资产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自动化经营的公司。你要做到，当你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运营得很好，而你不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要运营得更好。要达到这个境界，那就要去学习。而第二种资产是不动产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房地产，上面也提到过，只要我们能洞察这些操控货币的人是怎么做的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什么时候是买入房地产的最佳时机。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很多人想知道，以后再拍一部相关的影片。但我先跟你们透露，虽然现在少子化，但在全世界人口还是那么多的情况下，除非真的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否则房地产是最能保值而且上涨潜力最大的不动产。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判断买入的时机而已。再来，第3种资产是有价证券，就是股票等等的金融产品。我自己是以 ETF 为主，算是跟随大户走，而且这样风险可以分散。再来，第4种资产就是专利权。在现代讲求智慧财产权的时代，我蛮推荐大家去建立这样的资产。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写书才算专利权，其实就我的了解，专利权其实就是建立起一个品牌，就像 Michael Jordan 建立起了篮球的品牌 Nike 一样。那第5种资产就是流通保值的物品，比如黄金、钻石等等，这些就算在战争的时候也是很保值的，甚至还会涨价。因为如果改朝换代了，货币就真的变成废纸了。目前世界各国公认能做交易的就是黄金、钻石这些物品。好了，说完了以上5大资产，以下我说的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要去修正自己的心态。如果你是以穷人的心态去看待金钱，你永远都只能是一个穷人。这个世界不会让你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。换句话来说，你现在赚到的每一分钱，都体现了你的智慧水平。现在我就要公开一个心法，这个心法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员工提过。你慢慢的去体会，你要记着，钱只有花出去了才是你的。我们华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我们华人到死的那一天都舍不得花钱，说要留给后代子孙。如果大家听得懂我上面所说的，大家就会跟我一样笑了出来。因为就算你留下很多钱给你的后代，资本家只要用个剪羊毛的手法，一个通胀通缩，你的钱就会因此而消失了。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负债的，从账面上来看，他们是负债欠款没错，但如果你真的融会贯通的话，他们其实是无中生有。他们贷款，利用银行的钱开杠杆来买5大资产，然后让资产来为他们带来被动收入。所有懂金融的人都一定会玩杠杆。上面也提到过，因为全球在大量的印钱，市场上的钱变得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不需要跟银行借钱了，因此银行的利息只好降低，因此富人借钱的成本就更低了。他们就可以空手套白狼，透过贷款就能把钱都赚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变富，你必须要改变一个思维，钱不是花出去就没有了，你要把钱花出去买资产，为你带来被动收入。其实真正聪明的人会去拿钱投资自己的脑袋，去提升自己的智慧，就会知道怎么去投资这5大资产。在没有赚到钱之前，就必须要做好以上的事。当我们能赚到钱以后，就可以去享受，去国外看看，去领悟不同的文化历史，拓宽自己的认知领域，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世界观。我建议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就马上去看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，你的境界就会有所突破。
记得钱要花出去才是你的，不然都因为贬值，钱又流去那些最聪明的资本家手上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能看完我对这本书的讲解以后，也能跟我一样从此获得了世界观，了解了世界的政治，知道了金钱的历史，领悟了如何像世界的精英们一样去赚钱。记着，谁掌握货币，谁就主宰这个世界。希望大家有所领悟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今天的影片对您来说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认为有价值了。那么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关于财富思维、达成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，我还是呼吁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及分享这部影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